是邵康，欢迎你来到 TVBS 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林国成委员、尹乃菁小姐、柯正委员、叶元之委员、陈伟杰议员。好，哎呦，怎么又打了？泰国跟柬埔寨边境冲突又扩大了，柬埔寨4个高阶军官被打死了。哦，双方互相指控说你们用炮击平民区，就现在打仗他就讲平民不要打他嘛，哦，干你们什么事？军方的事情，但是呢，每次都会打到。那甚至理由就是说，哎呀，里面有窝藏军人，要不然炮打歪了啊。那泰国又出动 F-16战斗机去打民宅，柬埔寨说我已经忍耐了24小时，结束了，哦，要开始反击，这个泰国啊。那我看今天媒体报道说，川普的诺贝尔和平奖没有了，因为川普当时讲说，你看我出了没有几小时就把他们都摆平了，所以应该给我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好像柬埔寨泰国的那个头还推荐他，要他去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那之前又打了，那超过50万居民撤离，一选举平民最倒霉，医院关闭了，避难所人满为患了。你看没有？这个开着各种拖拉机，什么各种车、汽车、摩托车、脚踏车都在逃难。所以你自己想想看，乌克兰也是这样，乌克兰一打乌克兰1000万人逃难，你就1000万人什么状况？逃到波兰，逃到其他地方，那这个也是啊，往哪里逃呢？啊，那另外呢，川普当时说，你们再不停让我用关税打你们，那今天泰国说了，关税是关税，打仗是打仗，不要给我混在一谈，混为一谈。他们为什么打？又为了边境，这都是边境的领团。当时中印也是边境哦，就是说，其实泰国有那么大的土地，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政治问题，边境一点点都要打到底不可啊。那所以呢，医院关闭了啊，然后呢，这个大家逃难。那卢比尔说，美国很关切泰建的战争，所以呢，要立刻停止敌对行动。你们再打，我们就没有诺贝尔和平奖了，赶快停啊！泽伦斯基，这是另外的这个俄罗斯、乌克兰。泽伦斯基说，如果条件都好，我准备60到90天内举行暂时的选举啊。那什么意思啊？就是川普说，泽伦斯基啊，这小子哈，乌克兰量体那么小，俄罗斯量体那么大，以卵击石，他怎么能打得过呢？赶快停止死伤哦，然后你们欧洲这些国家，你们就拱乌克兰去打。打到最后呢，基辅都已经要垮了，你们这些欧洲这些国家哦，这个看人家在前面快亡国了，把他们都骂一顿。所以你们欧洲这些领导人懦弱无能，一塌糊涂，跟我川普比怎么比呢？啊，那他说泽伦斯基应该赶快选举呢，至少让老百姓选。你们现在一直搞戒严战争，就一直不选了，所以泽伦斯基才说，他其实不像标题这样子，他是说，如果美方跟欧洲伙伴保障我们的安全，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欧洲跟美国提供我们的安全协助，让我们的选举能够在战争的环境下进行。而且现在也有很多难民啊，然后顿巴斯那个地方在打仗啊。如果你们都能够保证这些没有问题，我在60到90天没选举。废话，根本不要选举了。你怎么可能达到这些条件？不可能达到嘛？我们看一下。黎明时分，天空瞬间被一团火球点亮，远方也清楚传来轰隆爆炸声。泰国媒体曝光最新空袭画面，在泰国柬埔寨边境，新一轮冲突全面引爆，两国互控对方炮轰平民区。泰国一侧民宅屋顶被掀翻，支离破碎，墙上布满好几个弹洞，床垫与家具四散，一片狼藉。Thai operations focus solely on military targets to degrade Cambodia or to actually reduce the ability of the Cambodian military capabilities នៅថ្ងៃទី9ខែធ្នូឆ្នាំ2025នេះសកម្មភាពដ៏កម្ររបស់យោធាថៃជាការបើកការបាញ់ប្រហារដែលមិនរើសគោលដៅ 泰柬彼此互相指控对方挑起战火，也都强调自己没有攻击平民。然而，冲突升温，让美国总统川普7月才促成的停火协议陷入破裂危机。川普也亲自做出回应。And I hate to say this, one named Cambodia, Thailand, that had started up today, tomorrow have to make a phone call, and I think they'll get it. Who else could say, I'm going to make a phone call and stop a war of two very powerful
countries. 川普表示，预计美国时间10号会亲自致电，希望平息泰检矛盾。尽管边境炮火未歇，泰国仍高调举办东南亚运动会，持续2小时的开幕式载歌载舞，气氛热烈。东南亚11国派出上千名选手参与。不过，柬埔寨上个月曾以安全因素为由，临时撤回近半数代表团，两国战火再起，也为这场体育盛会蒙上阴影。我觉得川普最近非常的忙啊，从过去到现在，不管是这个俄国跟这个所谓的乌克兰，还有包括印巴，还有现在又开始柬埔寨跟泰国，大家先说一下啊，大家都非常关切，因为这2个国家，泰国跟柬埔寨是目前的旅游的旺季，所以说呢，大家只要记住，他们边境的50公里之内不要进去，其他目前来说，其他还没有进入戒严的地方啊。不过泰国跟柬埔寨，说实在，他们长期以来就是对于领土，还是同样是领土问题，已经争议很久。那其实这一次呢，主要的一个导火线还是在普里希尔的这个神庙，那个神庙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嘛，对不对？它在1962年的时候就被联合国判定为是属于柬埔寨的地方，但是他们在周围的4平方公里之内，其实还是有很多是非常模糊的地带。所以说这一次呢，不管是川普在7月的时候，好像认为是达到了停火的协定，可是12月这一次，因为呢，这个曼谷就是泰国有一个这个士兵就是因为误踩了这个地雷，他们就分别的指控是柬埔寨放的，那柬埔寨当然就是否定，所以从这件事情里面你就可以看出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一个很强韧的信任度，即使欧美国家，特别是川普，好像一副已经笃定的样子，但是只要一有点点小小的事情一发生，畸形已经很久，已经有1世纪了，这个部分就是搞不定。那现在呢，两方都不觉得说他们需要有第3方来做一个调节，最重要的是目前来说的话，柬埔寨已经拒绝从泰国进口了他们最多的蔬菜跟水果，而且断水，而且要把网络全部切断，所以旁边的人全部都撤离。所以可以看看刚刚那样的一个状况，你还能想象泰国是台湾人最喜欢去的，因为很便宜又很好。你还能想象这边境的地方，有些人竟然就开始连那个最基本，你刚刚看到那个部分的很多的车子都是这样子，而且是非常破旧的车子。这是现在2025年，所以也难怪目前来说，东协的这个轮值的主席是马来西亚，他也试图要去做一些的调停，但很显然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所以说，连川普他目前为止也看出来，你看他调停这个乌克兰没有办法，因为乌克兰已经跟你讲得非常的清楚，你提出了28项，已经降低了20项，对我好像比较有利，但是呢，你的语气当中不让我加入北约，而且呢，你要用领土来交换。任何的国家只要以领土来做交换的话，我说实在就是另外一次战争的一个开始，所以完全是搞不定，好像只差那么一点点，好像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开始提出了重新的选举，可是这一点差了非常的多，因为谁愿意花了4年的时间？用领土然后来交换，又不能进入北约，那请问过去4年乌克兰在干什么？你刚刚所提到的，大哥刚刚所提到的700人在外面，在欧洲各国流窜，700万人在外面流窜，600万人在他们国内境内来流窜，那这样子1300万人都已经离开他自己的家园，几百万人，对，所以说然后最后的结果是，我要顿巴斯克来跟你做交换，然后呢，你还要我不能够加入北约。那你这个部分，我过去4年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常讲，任何的国家边界之间的问题，如果牵涉到领土的切割问题，领土永远会是可能会有短暂的停火，但它绝对会是下一次战争的一个开头。那目前为止，川普只是用电话彼此来做沟通协调，然后你即使提出了贸易你鞭长莫及啊，这是彼此之间，特别在文化在彼此之间的过去宗教信仰上面都有很长的部分，所以我只能说，东南亚还有欧亚地区都还是陷入在混乱。我觉得这个世界有点疯狂了。领土了哦，就是那个时候满清末年签了很多不平等条约，也就是割让领土嘛，赔钱割地赔款。后来为什么酿成哇这个五四运动啊，这各种的运动啊等等，甚至孙中山在他的那个遗嘱里都要说哇，联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去贯彻，就是推翻不平等条约嘛。97之前，英国柴契尔夫人飞到北京去见邓小平，就跟邓小平说：“你怎么可能把香港管好？香港这么繁荣。”对不对？只有我们才管得好啊！你去一定共产制度社会是搞垮了。跟邓小平要求说，我主权还你，你让我继续治理香港，听起来合理啊。主权给你了嘛，你拿回去，等于是让我经营嘛，我等于做一个经理人，那该赚的钱我给你嘛。邓小平给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如果答应你，我就是晚清的李鸿章。”就这么简单哦。当然，柴契尔夫人后来上飞机的还摔了一跤哈。
他会觉得说他很失望。他本来认为说我提的提议很合理嘛，主权给你，让我继续管理、继续经营，让香港繁荣，但是收很多的税啊，收很多的钱，不是很好吗？给你就是了，不可以，好吧？美国要乌克兰无论如何都要放弃顿巴斯，很困难的啦。来，元之，真的很困难。现在对泽连斯基来讲，因为实际上啊，美国就乌克兰他们的民意啊，他们也觉得乌克兰他们现在是正在实施戒严当中啦，实际上是可以不用去举行总统大选，这个他们民意大多数是支持的。那按照他们法律，在戒严当中本来就不用选总统啊。其实泽连斯基也可以这样坚持啊，但现在因为是川普想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啦，才用我认为是找一个借口啦，就是叫他赶快去举行那个总统大选，去找他就是要给他施压，叫他去接受这个割让土地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否则的话，按照乌克兰的这个法律是不用这样做的。那我觉得泽连斯基他们现在内部，因为之前一直被查贪腐嘛，包括他最亲密的战友也都被查了，现在都离开，那个一定有很多这个外国的人在施压啦，才会造成这个状况。所以泽连斯基现在就是面对到一个非常非常艰困的，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处理。我觉得他现在是用一个缓兵之计啦，就说好，我会考虑，但是你要解决我这些问题，但那些问题其实都不容易解决，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拖着了。那这个其实我们看美国，他在跟很多盟友的互动，常常就是这样。像之前他一开始很支持阿富汗，但最后他要撤离阿富汗的时候，其实就是对原本阿富汗的政权提出很多批评，比如说他们自己在腐败，或者是他们不保护自己，所以呢，他后来就撤离了，会跟他一开始承诺的差很多。那包括他那时候美国介入越战也是这样，那时候一开始也是帮南越，可是要撤的时候呢，也是去骂南越，说南越呢贪腐什么之类的。所以如果从过去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潜力啦，看起来如果泽连斯基真的不听川普的话，川普要撤离的机会是非常的高。那这也凸显了川普的现实主义嘛，就是之前讲的一副就是为了人权啊、自由啊，怎么可以随便被人家侵略了？所以我们要去支持乌克兰。结果呢，要撤离的时候呢，就找一些理由，就说啊，你赶快去接受那些领土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开始打，你一直支持人家去打，是支持什么？所以川普的现实主义是非常明显的啦。也是现实主义，是川普认为说，乌克兰在欧洲啊，你们去管啊，跟我隔个大西洋，我管什么嘞？这个不稀奇啊。当时越战记得吗？南越、北越打了个半天，然后南越、北越，美国在巴黎谈和谈。越南做过法国的殖民地，这样法国应该非常关切，就签了那个什么鬼约，然后没多久南越就都被北约拿去了，法国又怎样呢？为什么？离很远嘛，他们现在为什么对乌克兰这么关切？因为就在他旁边呐，所以乌克兰如果没有了，会影响到其他的欧洲，因为跟他切身有关，所以他们在后面是拱乌克兰，你去打，你绝对不能割让土地啊等等，怕一割让以后顿巴斯，然后再来东部到西部，然后就到别的国家嘛，所以都是牵涉到自己的就很关心，不牵涉到自己的，像川普也是啊。他为什么不关心？因为欧洲先准备再说嘛。如果今天是拉丁美洲，他关不关心？古巴他不关心，他就关心了嘛。需要再回来。好，那中俄哦，因为现在他们对日本，但是南韩也遭了池鱼之殃。中俄9架军机闯入防空识别区，所以南韩赶快把飞机、空军也派出来应对。你总要来啊，总要至少样子要装一下。哎，你已经进入我的领域啊，你要赶快走啊，等等，要驱离一下哈。那另外呢，中俄15架军机绕飞日本，哦，所以呢，日本的这个防卫相啊，说这是重大国安忧虑，明显你们是在对日本示威的。你看这个路径，看到没啊？对，所以呢。这个南韩也受到威胁的，日本呢更紧张啊！我想对南韩只是也许就是顺道，但对日本是真正的哈。那另外呢，大陆的官媒叫做玉渊谈天说呢，轰6K 到东海空域执行任务，我们去执行任务啊！轰炸机就去了，怎样？你们日本这个2战时候轰炸我们多少啊？我们现在这样飞机去的不行吗？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中国行动不利于区域和平，算是声援日本了。所以老是这样军机过来过去，战舰过来过去。那日本当时不是说她老公的歼15对着日本然后呢这个发射雷达锁定吗？那老公现在说日本自导自演，说我已经通报过你了，说你看哈，
12月6号下午2点10分，他有录音档啊，我觉得这录音档拿出来给大家听听看吧。中共海军101舰先后以中英文对日本海上自卫队116舰队通报，我编队将按计划组织舰载机飞行训练 ，over 就是结束啊，一句话后面讲 over。日方随后以英文回复说，中国101舰，这里是日本116舰，我已收到你的讯息啊。奇怪了，他是用中英文讲，日本人用英文回，因为大家中国人不会讲日文啊。那说，然后呢，他说日方故意的恶意接近，而且呢冲撞演训区，所以呢他是说雷达本来那个雷达就在那个区域是不断的在这个侦讯的、啊。他说，所以他日本接到我们雷达，不是针对他，你到了这个区域就会收到雷达的侦讯了。他说，同时中国也接到日本的雷达侦讯啊，日本的战机也会发布雷达。那我只是没有去反应而已啊，怎么你们还恶人先告状，说是我们照射你呢？这是中方的讲法，就是说我发了讯息给你，你也知道，但是日方说我没有收到通报，我没收到，哦，说呢这个。他这样说，日方事前未接获训练时间、场所、经纬度的航空资讯，中方也没有提供船舶航行警报，都没有啊，我们都不知道，那到底是怎样？怎么会这样子呢？哦，真奇怪，我们看一下。南韩飞行员第一视角，解放军轰6K 战机清楚在眼前飞行。南韩指控9号上午中俄联合军演期间，两国共9架军机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 중국 군용기 2대가 제주 남쪽의 이어도에서 러시아 군용기 7대가 울릉도와 독도에서 진입한 뒤 일본 대마도 인근 상공에서 합류했습니다. 무단 진입은 약 1시간 동안 이어졌습니다. 韩联社报道，尽管中俄战机没有闯入南韩领空，但军方仍紧急出动战机应对。而东北亚空域紧张不止这一桩，日本先前指控解放军歼15战机2度使用雷达照射，在大陆官方联方反击后，官媒也加入行列。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发布录音档，怒批是日本骚扰解放军训练。Our formation organizes shipboard aircraft flight training as planned. Over. This is Japan Warship Bond 16. I copied your message. 玉渊谈天指控，日本明知解放军在宫古海峡东侧演训，仍派战机逼近，两军距离不到50公里，等于自动进入对方雷达搜索范围，自然会感受到雷达讯号。日本自卫队战斗机为什么要出现在相关区域，制造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危险事件？哦，南京怎么回事？因为我昨天看到这个央视旗下的玉渊谈天的公布的这段音频啊视频，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就是中方呢用中文英文来告知这个日方，而且日方的回复就是他们已经收到，而且他们不止通知一次，第一次就是像刚才赵先讲的，我们要从下午几点开始啊，我们要编队来进行演训，然后在下午2点28分的时候，他又再次通报，就是我编队计划组织舰载机飞行训练，预计从15时开始，就是下午3点，持续时间约6小时，而且范围跟他讲啊，主要在航母以南区域啊，那日方也收到了，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到后来双方在接近的时候呢，根据这个中方的讲法，他们后来也出示了这个示意图，就日方的这个战机 F-15呢，就进入了中方的演训区里面，而且最近的时候呢，彼此相距呢不到这个50公里，然后依照现在呢，全球他们这个战机他们的这个行驶和操作的这个原则，你在这么近的距离里面，我的雷达都是在扫射范围内的，所以说不只是你的日方的战机呢进入了我中方的演训范围里面的我的扫射范围，雷达的照射范围，你也在照射我啊。所以说，对于中方来讲，他就觉得日本方面呢，特别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他在清晨2点钟召开记者会。那这清晨的2点钟召开记者会，这两国就是要打起来了，你才会马上打仗了，这很严重嘛，哈！而且一再的记者烦死了，是一再的对国际呢宣布这样的讯息，就是中方呢用雷达扫射，并且呢暗示是用火控来锁定，火控锁定下一步就是发射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危险的和挑衅的这个行为。可是如果说依照中方的这样子的公布的话，
除非造假，我觉得没有可能，因为你这个公布出来之后，你是要接受检验的啊。而且通常我可以照我的假，怎么照你的假？这很奇怪。对方有嘴，对方的回复，有嘴巴不是没有啊？是的，而且你也会录音嘛，哈。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那你就日本也很大，而且完全就是睁眼说瞎话。而且到目前为止，日方还是坚持，特别是防卫相啊，还是坚持说我们没有，我们事前没有接受到通告。但是问题是说，就算是他没有得到这个双方的舰上面那样的个讯息的话，中方在展开在这个宫古海峡这个区域演训的时候，他事前也要公告啊，不然的话他战机怎么演训？如果有一些不明的这个民航机闯入这个区域来的话，那都多危险啊！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后续的演进呢，就更为的激烈哈，是故意的吗？干嘛这样？还是下情没有上达呢？我觉得日方是故意的哈，因为不可能，你今天防卫相召开这样的记者会，故意太恶劣了，会这样子吗？他就是要向国际间散布去传播一个讯息。但是中方有嘴，他也会解释，不是这样子啊。他不知道有这个录音带吧？我觉得那个这样子的话，小泉防卫大臣就太缺乏这个政治判断了哈。一个就是属于政治上面的一个操作，因为他是跟高市早苗在总裁选举的时候，两个是互为竞争对手嘛，哈。就高市呢，现在在右翼的这个立场上面呢，得到了蛮多的这个支持，所以说防卫相小泉是不是也有意啊，要借升高啊，去制造这个中国大陆挑衅的举动，来强调日方呢是属于被欺负的一方啊，来也引起国内对他的这个支持，这是第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推想。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希望在这个国际间呢制造这样子的一个印象，特别是因为在高市呢这个讲了这些话，惹出来这个风波之后，美国并没有给他支持，特别是川普总统没有给这个高市早苗支持，甚至于根据日本的媒体披露，高市早苗呢还得到了川普呢类似像警告的言辞，说希望你不要在这边多惹事啊。那所以他要制造这样子的一个舆论气候，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我说接下来之后呢，一个更精彩的就是本来这辽宁舰的这个演训呢，它是往南，它是往南又回去了，他掉头回去了哈，往北走。那往北走，当然对日本的威慑力来讲比较强。那这个再加上这个中俄的这个演训，他们的战机呢是涵盖了日本的半个日本啊，这样子绕行，所以对于日本来讲，整个的威慑力来说呢，当然是大增的。那另外，我觉得这个东北亚这种情势的紧张啊，看起来不管是误解或者细意，这很重要。所以刚才南星所讲的，我也赞同，好像。日本有一点细意蒙的世人，然后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现在为止，我们说实在，中方到现在为止，对于高市早苗到现在还是持以这个不谅解之状态。所以我在想，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东北亚过去所有的国家，包括这个韩国、日本，这基本上是我们的邻近国家，所以这一次当然我们台湾就不能太过于大意哦，因为过去当然像乌克兰也好以色列也好这些种种的战争，当然是距离台湾是较远的地方，可是现在发生在东北亚，台湾要特别的小心。那我是觉得啦也到现在为止，韩国。他把他的空军上升去做一些他们必要的防卫我想这个韩国他自己本身这种东西，像大陆飞机过来飞过我们的领空，我们还是会做这种动作。我想韩国那其实中俄这些演练看起来似乎是有照会的，那故意去把它凸显出来。也有一点挑衅的意味。那为什么中俄他们会联合作战的演习？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讨论。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觉得现在确实美日互信基础确实是出现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也就是北京在做任何事情，包括高市早苗、川普都打电话，他们讲什么不知道。最起码我的判断应该是叫他要约束自己，因为美国本来本位主义
他4月份要跟习近平见面的当中，他们当然最好都不要有事啊。所以最后我还是要呼吁啦，台湾要更加以务实，台湾要更加以把自己的位置。千万不要东北角的这些挑衅的过程当中，不要卷入这些东西。所以我看高市早苗有一点像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啦，都故意去挑衅。我想这个东北亚的安全是会有问题。张先生补充一下，因为您刚才特别提到，柴契尔夫人啊，就是高市早苗呢是以柴契尔夫人作为榜样啊，作为偶像。那柴契尔夫人在1982年9月的时候，她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就97前的15年是，然后她到中国大陆去呢，去跟邓小平谈这个1997年香港回归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呢丝毫不让，一点都不让，然后所以呢。柴契尔夫人在走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她就是在这个楼梯上面大跌了一跤啊。所以说，以这个1982年的中国大陆那时候，不管是在经济各方面的量体上面，其实是属于还是比较落后的啊。都在主权的问题上面丝毫不可能有让步的空间，更何况是2025年的中国，特别是在2025年这个。特别的时节点上啊，在历史的意义上面，是对日抗战呢胜利的80周年。在这样子的时节点上，你高市想要在有关于台湾的问题上面挑衅，你看看柴契尔夫人的例子，你要设定你在这场冲突里面，你到底要得到什么？你到底希望能够在这场冲突里面，你能够得到什么？你要在哪一个点上面，你如果不让步、不作为、退缩的话呢？你接下来对于日本方面呢，在中国方面对于你所施加的压力，绝对不会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状况而已。休息一下再回来。